相信大家都看过电影《天外奇迹》，主角靠着很多气球飞上天空的故事。现实当中呢，一位中年大叔异想天开，想用气球带着自己跨越太平洋，但是呢，飘着飘着，这个人就没了。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位气球大叔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这位笑眯眯的大叔，名字叫铃木嘉和，人称外号气球大叔。因为欠了巨款，想要出名翻身，于是呢，计划乘坐气球，打算跨越太平洋到美国。视频当中呢，铃木正准备着第一次试飞，可以看出他使用的并不是那种热气球，而是充满了氦气的气球。而且这个装备啊，看起来就非常的简陋，总共只有2个直径5米的大气球和2个直径2.5米的小气球，然后呢，绑在一个椅子上面，没有控制方向的装置，也没有降落伞，也没有氧气瓶。铃木只穿着一身滑雪运動衣，腰部挂着几个沙袋，看着就不是很安全的感觉。我々はね、やめ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気持ちもあるんですが、それでもやはりやります。やっぱり風船信じてます。みんなバカって言われるかもわかんないですね。風船信じてますなんてね。这次试飞呢，铃木计划从东京的多摩川飞到千叶县的99里滨，全程90公里啊。因为是第一次试飞，铃木只打算飞400米左右的高度就可以了。还没有试飞开始啊，记者和警察就已经赶到了现场。警察劝说铃木放弃啊，毕竟看着就不可能成功的，非常的危险。もうこれ以上もう作業を手伝うのは嫌だっ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怖いんですよみんな事故が。もちろんみんなねやったことないし見たことないから心配してると思いますけど、現実に僕はねもう全部やってきてますので、大丈夫ですから。不过铃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要完成这次试飞。他骗警察说自己只是将气球绑在地上，自己试飞一下，不会让绳子离開地面的。然後呢，趁警察一不注意，他马上坐上了气球就要起飛。警察眼疾手快抓住了绳子。降りてきてくださいよ。約束が違うじゃないですか。固定してやる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話してください。劝说没有用呢，命是你自己的。警察最终还是放开了绳子，在地上抽着烟，抬头看着铃木慢慢的飞高。これどうなるんでしょうかね。僕は見てるしか。こっちはやめろっつってんだからね。まあいいや。見てるしかしょうがないでしょう。もうこれ。记者呢早就准备好了，铃木起飞之后呢，媒体的直升机就跟着拍摄。铃木本来是打算飞到400米的高度，但是中间2个15公斤的沙袋掉落了，减轻了重量，气球升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越飞越高。30分钟的时间呢，就飞到了4200米的高度。这里的温度只有零下11度啊！别忘了铃木只穿了薄薄的运动衣。女记者在现场报道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担心。11度ということで、体全身むき出しの鈴木さんがこんな寒い中大丈夫なのか本当に心配です。除了低温之外呢，更危险的是缺氧。一旦高度达到3000米以上，人就会有缺氧的感觉。不过幸运的是呢，铃木并没有因为缺氧而晕掉。高度升到了5600米的时候呢，铃木用当天花了100日元买的打火机烧掉了其中一个气球的绳子，于是高度又开始迅速的下降。因为没有控制方向的装置，所以降落在什么地方只能看缘分了。再加上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场面很是紧張。かなり低い、先ほどとは打って変わって低いあたりを飛んでいます。このまま行きますと何か高いビルの壁にぶつかるん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あれでもう何メートルぐらいでしょうか。降りる降りる最终铃木在民宅的屋顶落下啊，距離起飛的地方有24公里，并没有达到原先计划90公里之外。すごい音でお水がバーッとあれしたのでね、それバーッつう感じで落ちて信じられないですね。だってもう結構年がいっ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幸运的是呢，这次除了踩坏了别人家的屋顶和电视天线，铃木自己呢只是一点点的擦伤而已。虽然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但是铃木还是表示对于飞越太平洋非常的有信心。
铃木嘉和1940年出生，原本是一名钢琴调音师，从国立音乐大学附属高中毕业之后呢，成为了雅马哈的合同工，负责给钢琴调音。后来呢，还成立了音乐教材公司，偶尔呢也组织钢琴表演。除此之外呢，还经营餐厅、咖啡馆、酒吧等等，什么赚钱他搞什么。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经济下滑，铃木的所有生意都失败了，还背负了很多的债务。1989年，铃木参加了横滨博览会，因为博览会和宣传会有10万人来参加，但是实际上参加博览会的人数只有3-4万人，而且呢，铃木参加的位置被安排到了角落，结果就是参加博览会的成本根本就没有收回，还欠了债。于是铃木就穿上了玩偶的衣服，爬上了30米高的铁塔抗议。这次事件呢，当时还上了报纸，上了电视。一直撑到了1990年，铃木的公司已经欠下了将近5亿日元的债务，5亿日元相当于2400万人民币。当时已经是50岁的铃木，正常情况是很难翻身了。这时呢，铃木想起了他小时候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叫《红气球》，里面呢就讲述了一个小男孩捡到了一个红气球，然后呢，红气球就一直跟着这个小男孩。其他坏男孩将气球弄坏之后呢，全程的气球都自己跑了过来，最后气球带着小男孩飞上了天。铃木一直对这部电影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于是呢，他计划自己也弄一批氦气球，带着自己横渡太平洋，从日本飞到美国。如果成功了呢，他自己就出名了，然后上电视、出书、代言，赚钱还债都不是问题，还能做到名利双收，走向人生巅峰。铃木打算先乘坐气球飞到1万米的高度，进入大气的平流层，然后顺着气流可以在40小时之后到达美国内华达州。所以呢，就有了视频开头的第一次试飞。第一次试飞之后，铃木升级了他的装备，气球呢也比以前增加了数量，变成了4个大气球和20个小气球，下面呢也改装成了一个吊篮，这样呢更加的平稳，而且可以带着更多的东西。铃木还给这个新的气球装备起了名字，叫做梦幻号。梦幻号呢虽然经过了改装，但依然是十分的简陋，不能主动的控制方向，只能随着风向飘动。1992年11月23日下午4点20分，铃木乘坐的梦幻号正式起飞。为了减轻重量，铃木只带了少量的食物。据说呢，起飞前铃木还专门给自己做了挨饿的训练。他只带了少量的零食、一部手机、氧气瓶和面罩、地图和海难救助信号机，还带了一些瓶装的烧酒。据说呢，因为烧酒在低温下不容易结冰，还能当做配重稳定梦幻号。但实际上呢，瓶装的烧酒并没有固定好，滚来滚去的，当做配重并不合适。即便是这样呢，铃木还是按计划起飞了。这次起飞，电视台并没有派直升机跟拍。不过呢，梦幻号起飞之后，电视台曾经和铃木电话联系过。电话里呢，铃木说氦气球有一些漏气，但是一切正常。当天晚上10点，铃木给老婆打了电话报平安，说刚刚抽了根烟，高度没有想象的高，不用担心。第二天，也就是11月24日早上6点，铃木又给老婆打来了电话，说看到日出了，海上的日出非常的漂亮，让老婆不用担心。但是呢，到24号的深夜，铃木就发出了 SOS 求救信号。25日早上8点30分，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了救援飞机进行搜救。最终呢，在宫城县金华山以东约800公里的海域内发现了梦幻号。救援队发现呢，当时梦幻号的高度很不稳定，一会儿2500米的高度，一会儿4000米的高度。搜救飞机跟着梦幻号观察了3个小时，在此期间，铃木关掉了 SOS 救援信号机，并且呢，向着搜救飞机挥手，接着呢，往外面扔东西以增加高度。搜救人员认为他是打算升高高度继续飞行，于是呢，在上午11点30分停止救援，并且返回。从此就再也没有了铃木的消息。铃木的妻子曾经申请搜救，12月2日，日本海上保卫厅也进行过搜救，甚至向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求助过，但是呢，最终也没有找到梦幻号。之后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对铃木大事的报道，专家认为呢，生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氦气球飞到一定的高度，受低气压的影响，气球可能会爆炸，或者气球漏气，人可能已经掉进海里了。不过最惨的是铃木的老婆和铃木仅仅结婚了半年，老公就失踪了，5亿的债务就压在了老婆的身上，而且呢还要独自抚养3个女儿。2001年，铃木失踪了7年之后被宣布死亡。
15年之后，2016年，铃木的妻子嫁给了一个葡萄牙的男子，但是结婚不到1年的时间就因为癌症去世了。还有报道说，铃木失踪前买了2亿日元的保险，但是呢，受益人是债主。有人猜测啊，铃木可能已经到了美国，只是隐姓埋名的生活。但是呢，更多人认为铃木是掉进海里，已经身亡。铃木到底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呢，也就成为了未解之谜。絶対もう落ちない。